顾司令说了，这个防空洞非常的隐蔽，就连家里的下人都不知道入口，所以大家放心。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是汉奸！别杀我！莫小姐，别杀我！我不是汉奸！别害怕，我不是汉奸！莫小姐，我是显碧云，别害怕，没事了。我真的不是汉奸。好，没事了，别害怕。我不是汉奸，没事，别害怕。我真的不是汉奸。孟小姐，我有个妹子叫红雨，她和你一般年纪，不过她胆子可大得很。你想不想听听她的故事？我这一辈子只做了2件事，一是北伐，二是抗日。养了一双好儿女，都是端庄正直的好孩子。父亲，还是阳山无能啊。跟你没关系。蒋委员长是个什么脾气，我清楚。从我递上辞呈的那一刻，我就料到了顾家会有这一劫。这不就是父亲不愿意再出山的原因吗？我不愿出山，是因为这个。这怎么这么像冰清的字迹？我也知道你会认得他的笔迹。那这上面的血迹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在游行的时候突发的心脏病吗？民国25年3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上海公安局派出军警500人，深夜围捕复旦大学学生，抓了6人。第2天，又逮捕了学生救国会负责人1人。军警和学生发生冲突，当场开枪20余下，学生受伤有20多人，其中1人第2天伤重不治。开枪示警是根据国民政府刚刚颁布的《维持治安经济治罪法》，但整个行动是我亲手部署执行的。只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当时就在学生队伍里。那天以后，我每天都在做噩梦。我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死的就是冰清？
后来是老姑提醒我，她说：“老爷，咱们顾家的家训就是身先士卒啊。”从那天起，我无时不刻不想请辞，只是国家积弱，外敌蛮强，我不能走。这10年来，我眼睁睁看着这国家一天天败落下去。要是冰清看到今天的景象，他会认为自己的牺牲值得吗？而我呢，是不是这么多年来，从头到尾，我的信仰、我的选择，连同我对你们的教育，都错了？哎，梁山，我的路可能真的是走错了，但我已经走到头了，是该退下来了。可你不一样，你才刚刚起步，这路怎么走，你一定要想清楚，别让顾家的根绊住了你。父亲，我想清楚了，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路要走，我不会，也不能再走您的老路了。但是我们顾家从来也没出过逃兵。报告副站长，没搜到人。不可能，我们里里外外都搜过了，连一条地缝都没放过，真的没有。顾家在上海的宅子，我们都要搜，一间一间的来。罗站长，人找到了吗？虽然人没找到，但我心里非常清楚，罗站长是有公务在身，我刚刚理应全力配合。刚刚我冲动了，对不起，也请帮我向刘秘书真挚的道个歉。有话直说。刚刚父亲教育了我，也训斥了我，
说我做事太过莽撞，太过冲动，凡事应该三思而后行，凡事应该懂得轻重缓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应该听站长的命令，听上级的命令。所以，我就是想跟罗副站长道个歉，对不起。走，走！罗副站长慢走。红衣姑娘死了吗？跟几个日本兵同归于尽了。如果不是他，丁一或许不会留下来，后面的事情或许都不会发生。为什么？他做错了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你们什么都没做错，错的是这个世道。那这个世道上，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辛苦？正因为活得辛苦，才要努力去革命，去奔向一个新的中国。694的车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这一次是你们离开上海唯一的机会了，要抓紧时间上车。一起走吧。我知道，你其实早就想走，只不过是差了一个邀请。5年前，
是你邀请的我加入剑刺行动，而今天换我来邀请你加入我们。当年我们一起并肩，解决了武田，解决了佐佐木，还有梁景元。今后我们还应该联手，和其他同志一起守护阳光下的新生活。你的任务也包含策反我吗？那倒没有。其实在这几年里，我也时常会想起当年和你一起并肩战斗的样子。其实我早就想去找你了，想和你走同样的路，因为我坚信你走的那条道路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清晰。可是父亲年岁已高，而且这几年一直在当过身兼要职。如果我贸然的去找你，那么我父亲不过现在好了，父亲递交了辞呈，而且明日就远赴海外。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无所顾忌了。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从草原中临阵脱逃的时候，还有发现顾叔是共党的时候，还有蒋委员长发动皖南事变的时候，还有就是重庆为了利益饶了梁景元一命的时候。原来这么多年一直在演瞎子的人是你。好，别废话了，跟我们走，一起去啊！你还得给我做伴郎呢。你别忘了，当年咱们两个人在三阳里睡在同一张床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等抗战结束了，咱找个有山有水的地儿，你把孟小姐接过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借；我家没面了，就去你家拿。到以后咱都有了孩子，咱就给他们结娃娃亲，要都是闺女小子也不怕，咱就让他们拜把子。我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而且我相信会很快。但是第一，不是现在，现在你还有任务没有完成，交给我，我来替你完成任务。告诉我你们的联系方式，然后你和简小姐到延安去办你们的婚礼，这边的事情就交给我。上海我比你熟，找那几名医生应该会更简单一点。我也见证过顾叔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也见证了白夜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知道共产党人不完成任务坚决不会罢休。但是丁一，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婆了，你要结婚了，这个任务不是非你不可。我书房里就有电台，我会向你的组织汇报，由我来替你完成工作。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会向组织请示，
期待你的加入。顾养山同志。哎，干什么？哎，你们干！别动！搜查逃犯！怎么在这儿呢？告诉你们来！什么？我看你俩就是逃犯。你打快！说对了什么？来，快！世贤哥哥，我们新世界见。新世界见。走吧。等你到了延安，那张合影，咱们一定要补上。好，延安等我，我也想看看新世界的模样。快走吧。保重。丁一，丁一，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个电台里的石英晶阵的频率是共产党使用的频率，谁拿着这个电台，谁就是共谍。你到底要干什么？谁呀？哎，李所长，李所长，你的眼睛。我是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员，组织上安排我带你撤离。哦，今天早上，碧云同志不敢和你相认，是因为我们要先向组织汇报。现在碧云同志已经遇袭，说明你们两个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下一个遇袭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你，所以组织命令我立刻和你接头，带你离开。借你的车子很快就会到，就在劳博城路。这是你唯一撤离的机会，跟我走。一会儿接你的车子，会把你安全的送到上海地下党的情报站。这里面是我从密码研究所带出来的机密文件，务必送到他们手中。我们的领导就在那里等你。白夜同志，不能再耽搁了，走！哎，你等等，从这边走。快！
这里就是劳勃生路，车马上就到。到了以后你赶快走，不用管我们。带枪了吗？你们不跟我一起走吗？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车来了，同志，我们延安见。延安，别回头。走。关文山，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沈万清的共党身份。但是梁景元真的会相信你吗？易爱达是他的人，现在电台在易爱达手里，就坐实了他就是共谍的身份，这是铁证。哪怕易爱达是梁景元放出来的饵，可是他现在死了，也就是死无对证。如果接下来我们有机会见到佐佐木的话，就可以向他证明梁景元他治下不严，因为共谍就是他手下的人。你想的太天真了。梁景元为什么会让你见佐佐木？他不会让你见佐佐木的。爱达，爱达，爱达，梁景元，你个王八蛋！马上封锁三阳里。所以接下来将是一场心理战，佐佐木给梁景元的时间不会太多。只要我们扛住了梁景元的身份，他从我们这边找不到证据，梁景元就只能吞下最后的苦果。一晩だけ一晚上，時間を与えよ我只给你一晚上。三阳里已经被我控制下来，三阳里はすでに我申请对李约瑟动刑。拷問を申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結果は分かってるんだろうな。你想清楚，后果就是我能替您一举把东原寺家族势力道恩寺の勢力をこの新政府の情報システムから追いやります。よし。很好。拷問の権限を与えよう。しかし、朝までに共産党員が見つからない場合は、
研究所の人間は一人も残さないっつうんだよな。我应该多会理。君も含めてな。阿过。既然你能想出这么完美的计划，以后你也不需要我了。你也做出你想要做出的决定了。哎，你放心，我没有杀身问情，我也不会出卖他。欠你的，我还给你。沈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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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沈先生，沈先生，你听我说，你的电台已经被我处理掉了。我让叶爱达抱着你的电台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坐实了他的共谍身份。但是叶爱达是良久园的人，他一定会马上封进三阳里彻查这件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扛过审问，不露出任何的破绽，就有机会翻盘。你的情报我们就能送出去。沈先生，我根本不是什么绿叶色，我叫丁一，朝生剧团的演员。沈小姐，沈碧云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三阳里封禁，大门关上，余力不许外出。白夜同志，别犹豫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底全都交给你了。现在，你必须相信我。台阶，李所长，李所长，沈先生，你们也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梁所长，还有意思，查找电台居然找到自个儿家里来了。研发密码的地方出了鬼，上海日军总部新政府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啊？我的脑袋，还有诸位的命运，都要仰仗今天晚上的调查结果。来吧，我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到底谁才是这个鬼呀？电台在谁手里，谁就是鬼。
去查电台啊？你说的没有错，电台在叶爱达小姐手里，但是她不是。有人骗取了她的信任，让她拿着电台离开了三阳里。这个共谍狡猾的很啊！梁所长，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是那个共谍呢？因为我相信他，就这么简单。今天只有你们几个在三阳里，测向车测出来的发电讯号是晚上6点03分。我想问一下，这个时间段你们都在做什么呀？梁所长，你这是在审讯吗？我只是问话而已。如果你们拒不配合的话，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审讯。我在家在看今天的工作手稿，该睡着了。我和李环也在家休息。我从医院回来，在和查理帮碧云收拾衣服，准备送去医院，正收着，梁所长您就来了。你呢？梁所长，我今天一早就跟李先生请假了，我感染了风寒，申请在家里休息。可我正在床上躺着呢，李先生突然回来了，说我们家夫人中枪了。我就赶紧帮着李先生收拾行李，就这样。梁所长，你能不能快一点？我的太太还在医院抢救。好，这么说你们都没有嫌疑啊？那就委屈各位了。在此稍后，等有了结果，梁某随时向你们通报。阿木，把李玉先带过去。哎，啥意思呀？为什么抓我呀？不是干嘛？抓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鬼，我不是鬼！还了，回来，还了！凭什么抓我呀？放开！儿回来！放开！凭什么抓我呀？梁所长，不用着急，有先有后都有机会。当然，我也欢迎你们去敲响那个房间的门，检举揭发。梁某随时在里面供货。简直就是胡闹！我现在就要去医院看我的太太。查理，我们走。你要着急的话，我现在就派人把你太太接回来，你觉得可以吗？梁所长，梁所长，你是知道我的呀？我和李环晚上一直在家，是否可以证明？我一晚上我都没离开过我那桌子。坐。喝咖啡吗？啊？
开始吧。啥意思呀？啥意思呀？完了，哥，完了，完了，好了，梁所长，梁所长，我求求你别打他，他什么都不知道。哥，完了，梁所长，梁所长，梁所长，你别打我哥，我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你说的什么共谍。我求你别打他，哥。梁所长他是个孩子，梁所长。梁所长，我不是内鬼。你别梁所长，打他了，你别打他了！你不能这样，梁所长。梁所长啊，你不能这样啊，梁所长。梁所长，哎哥，出什么事了？玉儿，玉儿，哥，玉儿，过去，玉儿，过去，玉儿，玉儿啊，过去，玉儿，老胡，喂。梁清源，你草菅人命！我要到大国那里去告你！李所长，不要着急，等里面收拾干净了，就该轮到你了。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就是从我们初次见面，说出“景儿”这2个字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想到，武田和我斗得你死我活，到最后让梁所长捡了个漏。捡漏。没想到李先生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对古玩界的行话也清楚。老家北方人。还有就是显碧园来到三阳里的时候，周我了解这个女人，她绝对不会因为钱跟你结婚。但是我很好奇啊，究竟看上你什么了呢？难道是看上你瞎吗？你把我请到这里，难道就是要听我们2个人的爱情故事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的爱情故事非常的凄惨，因为我的未婚妻还躺在病床上抢救呢，生死未卜，而你却抓着我不放。
梁景元，我身为大公的义子，你却怀疑我是共谍，这分明就是对东元寺家族莫大的羞辱。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配合你。我现在就要见大佐。没问题，但是在你交代之前，你是见不到大佐，因为这就是大佐的意思。到底想干什么？你都说了，是大公的意思，只要你好好配合，我是不会难为你的。但是说实话，我特别想看到你拒不配合的样子。言归正传，接下来呢，我就说说我的猜想。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扶正啊。大佐接到消息，说共谍的白夜会在交易所接头，但是我赶到交易所的时候，就看到了显碧云还有你。但是无妨，无论是之前的交易所，还是后来的体检，都是我暗中查找白夜的一个环节。只是没成想，这个白夜实在是太狡猾了，他应该知道我在找他，所以他刻意隐瞒了他的胃病。但是我相信啊，一个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另外一个共产党的。虽说这个白夜我没有找到，但是找到这个接头人也是不错的。索性我就让易爱达扮成了白夜的样子，几次三番在你们面前显露，引你们接头。但是没想到，今天晚上三阳里果真出现了一部电台。这个白夜还真的就在我们密码研究所，他一定是迟迟等不到他的接头人着急了，而李所长就是在为他打掩护吧。那我想请问，你刚才说的那位白夜，在他发报的时候，我的未婚妻正躺在医院抢救，而我是一个盲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又如何给他打掩护呢？那你说的没有错，你是看不到，但是你有差了呀。照你这么说，东元寺的义子全家都是共谍，是不是一家人可就不好说了。是，碧云现在还是我的未婚妻，确实算不上是一家人。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看显碧云就是在借李太太之名，行共谍之事啊。无稽之谈。李所长，摸摸你屁股下面做的这个东西。我可是在你们家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如果你们是真夫妻的话，每天晚上都睡在同一张床上，床垫为什么只有一侧有凹陷，而另外一侧平整如新，跟没睡过人一样？你别告诉我你们是叠着睡的！你龌龊！麻烦李所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我的东西。将会成为你此生的阿爸。梁所长，果然是心细如发。我和碧云确实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因为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婚前不能同房。基督徒没问题，那你为什么要刻意营造出你们同居的假象呢？洗手间可是有你们2个人共同的洗漱用品啊！莫非是心细如发的李太太教你这么做的？一开始我的确和碧云同榻而眠，男人嘛，总有想入非非的时刻。我为了能够守住底线，没过几天就搬到了查理的房间。至于你刚才说碧云的洗手间里有过我的生活痕迹，这很正常啊。查理的房间也有，他的洗漱柜里还有我的毛巾呢。李所长想得很周全呀，但是没关系，夜还长着呢，咱们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哎，于先生，于先生，您没事吧？找我了？实话实说，主会保佑你的。梁所长，坐。看你身体不舒服，喝点热的。走走走走。那我直接说了啊，哎，李所长1个月给你开多少薪水？梁所长，您问这干嘛呀？
我就是想知道多少钱可以买来你这种人才的忠诚。我要为哥报仇。华儿，你哥哥已经没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师傅跟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要听师傅的话。船上。我平时观察过你，李所长的一些工作其实都是你替他完成。对对，我说实话，你的能力不比外面那些专家差。但是这样，如果李所长通共的罪证一旦坐实的话，他是他，你是你，密码研发处处长的位置，我是会为你留着的。谢谢梁先生太。你说在这乱世是吧？那是谁想当着梅花鹿，都想求个一官半职，当个豺狼虎。坐，您坐。实不相瞒，梁先生，这研发处处长我早就想当了，可是，哎呀，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共党的帽子给李先生扣上吧？那李先生眼睛都看不到，他怎么发电报啊？他那邢碧云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秘密，如果一旦这些秘密曝光了的话，可是会牵连到你的呀。人家是夫妻俩关上门说的话，那他们秘密不能告诉我呀，我是个外人，对不对？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有什么是觉得奇怪的吗？梁先生，您觉得什么才算是奇怪的细节？他们平时亲密吗？亲密，那能不亲密吗？哼，夫人来之前，以前李先生吃饭、睡觉、上厕所，那是不是都我来照顾？我在身边形影不离啊。结果这可倒好，夫人一来，我成摆设了。他们平时吵架吗？吵能不吵吗？一个中国人，一英国人，这思想差异上就有所不同。他们平时几点就寝，几点起床啊？这个不太一定，但多半都是夫人早睡早起。那李先生工作，我就跟着李先生晚睡晚起。李所长患有脑疾，他犯起病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李太太的休息啊？梁先生，您问我的这些事儿都是人家关上门之后的事儿，你说我哪知道啊，是吧？那我非要知道呢？梁先生，您再让我想想，让我再想想。
实话实说，主会保佑你的。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他们两个根本没住在一个屋里。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先生信这个基督教徒，婚前是不可能跟夫人同房的，他都是跟我共处一室。但是这种事儿吧，没法跟其他人说。你说这街坊四邻都觉得他们十分相爱，那为什么不住在一个屋里？是不是那个地方有问题？你说他还活不活了？所以就没说这事儿。但是梁先生，我为了您能抓出共谍，我可是全盘而出了。但是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没法当查理了。梁先生，不知道这件事算不算是您说的奇怪的细节？李先生，查理，我回来了。晚点。我也不想跟你绕弯子了。现在这个共谍就锁定在你和李约瑟之间。告诉我，是他还是你？杨所长，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就把共谍的包围圈呢缩小到我和李所长之间。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人必定不是我。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胆小怕事，而且呢也胸无大志。我那点业余爱好都是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儿。我能干到今天这个职位，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就想在咱们所里头踏踏实实的干到退休，别无所求。就共谍这个帽子太大了，我扛不住啊。共谍接头的时候，你恰巧不在研究所；共谍发报的时候，你恰巧又出现在三亚。怎么那么多个恰巧都让你碰上了？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哎呀，沈某确实有难言之隐。